摄政王颁下皇榜，寻找一个叫祝乐期的女子。这祝乐期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摄政王找他。祝乐期说这祝乐期是谁呀？你听说过吗？对不对呀？祝乐期摄政王家的大小姐。啊！这是何人啊？敢进皇榜？哪来的疯婆娘？摄政王府皇榜也敢接？上一个去摄政王府假冒打秋风的，已经诛尽九族，尸骨全无了。是王爷，王爷，草民叩见王爷。爱和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们儿时的约定，我没忘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我叫江安然，5年前，户部侍郎获罪你明超斩，爹娘受祝家恩宠，冒死救下被领主的祝家大小姐祝乐喜。5年来，爹娘一直待祝乐西如亲女儿，我也与她情同姐妹，日子平淡幸福。但没人能想到，祝乐西会是当朝摄政王深藏在心的朱砂痣。宁儿、希儿过来吃饭了，娘今日做了烧排骨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快，趁热。你娘烧的排骨啊，可好吃了。我最喜欢吃娘做的烧排骨了，来，乐西吃。爹娘，姐姐，曾经年少时与我互许终身的阿和被封为摄政王了，还颁下重诏，重金寻我呢。太好了，我们乐西终于苦尽甘来，以后是摄政王妃了。希儿，咱家没能给你置办风光的嫁妆，这个是娘的陪嫁。给，这岁岁平安，别怕，这可是好兆头。对，乐西肯定能顺顺利利到王府的。你们是谁？我当然会顺利回到王府，只是身为摄政王妃，我不能让人知道我曾经差点失去清白的事儿，所以你们都得死，你们都得死！动手！爹！妻儿，爹只求你，看在救命之恩和这5年的养育下，放了宁儿他们吧。救命之恩，是啊，当初还是你们救的我。你们还有脸提？当初若不是你们来晚了，我怎会被人凌辱？
还有胆子跑，给我追上去，把这个贱人千刀万剐！是。朱乐西，你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我若不死，必上你血债血偿。告慰我爹娘，在天之灵。快传太医！他若出事，整个太医院也没必要存在了。我叫江安宁，从今日起，我叫祝乐西。小姐，江安宁已死。陈司长，你不愧是摄政王身边最得力的安危长。若不是你认出我，我至今还和那群贱民生活。是。这5年来，和江安宁一个下人扮作姐妹，真是让我恶心透顶。啊，去把她的尸体抬上来，我要看她被野狗撕碎。是。江安宁他逃至末路，跳下山崖，尸体已经消失了。跳下山崖，尸体消失了。啊！我派人前下山崖时，只碰到几个进山采药的村民和江安宁带血的衣物，想必他定然是被山中野兽给吃了。只有衣物，没有珠钗。手下找遍整座山，未曾发现。哼，就算没有珠钗，凭我驱使毒蛇的手段，阿和也能认出我。就算你功过相抵了，这群低贱的村夫，竟敢偷我的珠钗，甚至还帮那个贱人逃跑。那就把村里的所有人都抓起来，挨个查，挨个杀。说，你们谁见过江安宁的尸身？呸！祝乐西，你这个畜生！这5年，要不是安宁一家和邻居对你的照顾，你早就死了。你竟然恩将仇报，杀了安宁全家！我将来可是摄政王妃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祝乐西，我偏不告诉你，这辈子
别想心安理得的活着。你个毒妇！就算你嫁给摄政王，等他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也必然咽气。我可没时间跟你们废话，一盏茶不说，我便杀一人；如若都不说，那便一个不留。哎呦，这不是我好姐姐的情郎吗？那就先从你开始。你若不说，我便一刀活剐你的爹娘。别动爹娘！杀！等等！备车去摄政王。进了摄政王府，便再没退路了。幸好当年祝乐西嫌此差老气，欲将其典当。恕我娘感怀这是老夫人的遗物，将这珍藏起来。岂料今日此物竟成了我李代桃江之品。王爷，祝小姐身上的刀伤、摔伤，像被人追杀。王爷，祝小姐再休息些时日，便可痊愈。乐西，我找你找了好久，就当以为你不要我了。这就是5年前血洗金銮殿夺权，天子也要敬3番的摄政王谢之河。阿和，你怎么才找到我？都是本王的错，想怎么罚我？没想到他对祝乐西竟用情至深，而我便要借着他对祝乐西的感情，将他磨成对祝乐西复仇的利刃。可是阿和，再见到你，我便欣喜了。浮世若梦，为花几何？风摇雨落，自心何处停泊？乐西，这几日昏迷，你水米未进，厨房的鸡汤一直喂着。年少时不受宠，总是饿肚子。多亏了你给我送吃食，那些饭食的滋味。乐西，你是否还记得？是与本王分别久，往日的情分都忘了。怎么会？
以往我在宫宴总是提前溜走，给你送绿豆酥呢。错了，本王一吃绿豆酥便会全身起红疹。你又戏弄我，你明明吃了杏仁酥起红疹，最喜欢绿豆酥了。别气了，可能是今日本王见到乐西太欣喜，记错了。不愧是从冷宫庶子当上摄政王的人，果然谨慎多疑。乐西，坏人已经被杀了，别怕。那时我性格骄纵，名声不好，被贵女们排挤。只有阿和身为庶子不被待见，愿意陪我玩，甚至和我一起吃下人们吃的绿豆酥。可如今我成了罪臣之女，还脏了身子，便没办法嫁给阿和了。不会的，他爱你，就不会在乎你的过往。祝乐西被夺你所求所爱，将这痛楚百倍奉还。怎么被人欺负的这般惨？以前骄纵的脾气呢？阿和，你就别问了。你在怕什么？是不想说，还是不敢说？当然是因为怕。你我分别5年，你从冷宫弃子，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位置。阿和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，我不想你再因为我再去涉险。怕什么？这天下还没人能敢动我谢之河的人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对付男人，除了让他心疼，还得激起他的好胜心。是，江安宁，她是我养父母的亲生女儿。当年祝家遇难，养父母拼死救我。如今他趁你下诏寻我，竟妄图偷走我的珠钗，要冒充我。爹娘不从，他便狠心弑杀双亲，更是要对我下狠手。是吗？这个江安宁真是胆大包天。摄政王妃的位子自然是你的。今天我就让人准备你我的大婚之事，让全天下的人看看你是我谢之河的人。王爷，按察司司长陈志后御殿前还带来了一位名叫祝乐姬的女人。你倒是条有眼力劲儿的好狗。祝小姐，啊不，王妃娘娘，还望娘娘在王爷面前为下官多美言几句。阿和对我自然是最特殊的，放心，你将我寻回是大功一件，本宫保你飞黄腾达。谢王妃。不过你现在都没将江安宁这贱人的尸体寻回，他若是跑了，在王爷身边乱嚼舌根，本宫第一个让阿和杀了你。王妃，
江安宁刀伤着肺腑，坠入悬崖，神仙难救，尸体怕是已经被野狗拖走吃了。既如此，那就将城中野狗悉数杖毙，拖去他爹娘所在的乱葬岗，好让他全家在地府团聚。是。王妃，随王爷请殿，没有王爷可遇，不得擅宠。滚开！本宫可是被阿和捧在心尖上的人，他还能怪本宫不成？江安宁，你一个下人生的贱婢，也配和本宫称作姐妹？本宫可是天生贵命，就算一时落难，也会马上攀上枝头变凤凰。卑职陈志参见王爷，王爷千岁。阿和，我终于……你们竟敢拦我！我可是王要找的心上人。心上人？阿和，我是乐西啊。你是祝乐西，那我是谁？祝乐西，你一朝落难，我视你为亲妹，我父母救你养你，而你却恩将仇报，杀之辱之。你们还有脸提？当初若不是你们来晚了，我怎会被人凌辱？祝乐西，你自诩高门嫡女不可一世，我便夺走你的身份。你看中摄政王的权势翻身，我便夺走你的依仗，让你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阿和，就是他，杀了爹娘，要冒充我，攀附上你。佳宁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还敢冒充我的身份，靠近阿和！你就是江安宁，冒充乐西身份，以为骗得了别人，就有胆骗到摄政王府来了。我才是乐西啊！阿和，你被这贱人给骗了！阿和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爹娘那么好，都死在他的手里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没人敢伤本王的人，他伤了你，那我就先剁了他的手，替你出气，如何？季之河只凭我一面之词便偏信偏帮，又手段狠辣，借着他报仇，我一于与火谋平。这是我的珠钗，好啊，佳宁，你偷我和阿和的定情信物，冒充我身份，诓骗他。姐姐，这珠钗分明是我和阿和的定情信物，阿和他果然这般说辞。阿和，这珠钗上明明有……姐姐，我思念阿和，日日佩戴着珠钗，你日日与我共处，自然能将这珠钗的模样记得分毫不差。可我与阿和的情谊，又是怎能凭一只珠钗就能被冒领的呢？你装什么装？你个贱人，把阿和还给我！虐杀至亲，出口成脏，你真的如乐西所言，愚蠢妄为又狠辣。阿和，你就对我动手！拖下去。阿和，我才是真的！阿和，你相信我！等等，我可以证明，我是真的祝乐西。阿和，你忘了我可以驱使毒蛇吗？我可以以身试毒，证明我的身份。阿和，我幼时与你玩闹，不小心跌入蛇窟，本以为会命丧当场，却没想到我身上的气味可以吸引毒蛇，还不被毒蛇所伤。佳宁，只要准备一个满是毒蛇的箱子，我和你各自把手放进去，谁不会被蛇咬，
谁就是真的祝乐西。你只需要试上一试，待他彻底断了念想，本王自会亲手了断你。信物可以偷，可这生来百蛇不侵的体质，你根本做不了假。祝乐西被爹娘和我护得极好，别说毒蛇，田里的蚂蟥都未碰过，从未展示此等手段。来人，寻毒蛇。是。可惜，你定然是不会欺瞒于本王的，对吗？否则就将他扒皮抽筋，悬挂在城墙之上，让所有人看看，这就是冒充我的下场。我怎么会欺骗你呢，爱和？我只是有些不舒服。方才演戏演的起劲儿，偏偏这时候不舒服。我看是知道自己会被毒蛇噬咬而亡，吓得不敢证明了吧？哼，假的真不了，你不敢，我敢。佳宁，到你了。这箱子里可都是剧毒之蛇，只要一口，你就可以去见你的贱人爹娘了。去吧，别怕了西。你当年也能从蛇库里脱身，如今肯定是不会被咬中毒的。哼，王爷，他不敢，因为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祝乐西。贱民就是贱民，你胆敢冒充我之时，怎不想想今日的下场？阿和，别再对这贱人犹豫了，命人将他按入箱中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好，我试。佳宁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只是有些头晕。胡说！我看你就是怕被毒蛇咬死，才假装打翻箱子的吧？王爷，他不敢直面毒虫，正说明心中有鬼。阿和，我也不想到，实在是亲眼目睹养父母被害，又遭姐姐追杀奔波，实在是……说的是，
希儿带伤未愈，虚弱些，一时不察才将大风。阿和，这分明就是借口，他根本就是害怕被毒蛇咬死。可惜，蛇王在此，其他小蛇不敢伤人，但此些毒蛇身负巨毒，不能任其流窜。你生性纯良，不若便将蛇王驱回箱子中。这蛇王可是一窝当中毒性最强者，只要沾上一滴毒液，神仙难救。可惜，你定不会放任毒蛇危图人命吧？谢之河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江安宁，我等不及看你被蛇毒侵入肺腑，痛苦致死的模样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遇毒蛇？回去吧。辛苦你了，乐西。说，你是用什么手段让蛇乖乖被你驱使的？幸好我凭着一招毒蛇，手帕都用雄黄酒浸泡过，包裹住钗后，又沾染上了祝乐西的气息，方能驱使毒蛇。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开始是不想面对这些毒蛇的。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，阿和。因为我唯恐此症一出，姐姐便无路可退，怎奈姐姐苦苦相逼，依然想要害我性命。不是的，是他冒充我。本王自然知晓，谁是真，谁是假。拖下去！慢着，王爷，我们还有证据。对，我们还有人证。对，我们还有人证。草民陆夜，叩见王爷。明明就那几杯的量，何苦要在父亲面前逞强？这下好了，又该难受了。安宁，我一定争取早日娶你为妻。我陆夜这辈子只爱江安宁一人。喊什么呢？安宁，这香囊是我特地为你买的，自与你定下婚约，我心中欢喜不尽，唯愿此物不负此愿。江安宁和陆夜，唯愿此物不负此愿。王爷，这陆夜是江安宁的灵户，是他的青梅竹马，由他来指认最合适不过。你且说，谁才是真正的江安宁？回王爷，真正的江安宁是回王爷，真正的江安宁是你胡说！陆夜，你知道欺瞒王爷的代价吗？陆爷已经指证陈司长和姐姐如此着急，难道已经串供好了？陈芝，你今日的话太多了。王爷，
我与江安宁自幼相识，不可能认错。况且，他身上还有我赠予的定情香囊。陆爷给人帮工1年，才积攒10两银钱，就为了给你买这个香囊。10两，陆爷真是瞎了眼！这种好东西给江安宁，简直就是糟蹋。娘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你快帮我想想，阿叶过生辰，我该送什么？好好好，真是女大不中留了。娘，走。祝乐喜，若非你当日起贪念，偷走我和阿叶的定情信物，又怎会今日分说不清？这一切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香囊根本不是我的。若不是你的，你又怎会随身携带？王爷明鉴，这江安宁为冒名顶替嫁入王府，不惜血图至亲，为堵悠悠众口，更是挟持一街老小为质，逼我做伪证，替他圆谎。你闭嘴！我要杀了你！阿和，我养父母视我如己出，一街老小又与我尽心照拂，还望你能为他们主持公道。他害我无法与你相见，我必然会为你主持公道。阿和，你相信我，难道你认不出我的眉眼吗？王爷，这陆爷和江安宁相识，怕是早已串通好，诓骗您呐。王爷，草民认为他作为属下，竟妄图改换你的枕边人，这才是其心可诛。谁知道他们2个达成了什么交易？你胡说！王爷，属下没有。有或没有，仅凭你们一言一语，犹未可知。阿和，江安宁其一，借你之名作威作福；其二，持百姓之命为祸一方，此乃殃民。若假冒身份得逞，以他行险，祸国那是迟早之事。阿和，我没有。可惜，他们2人交你处置，可好？祝乐喜，你欠我江家的血债，今日我就要用你的头颅祭我爹娘的冤魂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才是真的祝乐喜。陈司长，阿和亲口答应我，让我处置江安宁，你莫不是不把王爷放在眼里？我杀了江安宁爹娘，他必然也不会放我，唯有让祝乐清活着，方能互相牵制，保我一命。陈志，你是把本王的话当作耳旁风了吗？跪下！属下不敢，但我愿以性命担保，此女绝不是真正的祝乐妻。信物你们拿不出来，你们自己带来的证人也已经指证，现在只不过是贪生怕死，只想狡辩罢了。王爷明，我这几日受了不少惊吓，很多事有些记不清了。什么记不清？我看你就是不知道。阿和，你可知为何这贱人在关键时刻撒谎，只认我为江安宁？因为他们2人早有私情。陆夜，我往日不过觉得你是江安宁的一条好狗，哼，如今看来，你比我想的还要下贱。江安宁都抛弃你，去勾引别的男人了，你还为他摇旗呐喊。安宁，我自知我比不上王爷，你不肯认我都无可厚非，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江安宁，你为了一点妄念，不惜杀害父母和邻里，时至今日，竟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，
竟想继续攀咬他人。荷西，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处置他们？谢之河已经起了疑心，若是继续要求处死朱乐西，恐怕会适得其反，只能从长计议。阿和，那便让他留在我身边，给我做个丫鬟吧。说不定在我身边能感化姐姐害人之心。你敢？如此，那你往后在乐西身边当个驱使丫鬟吧。你敢背叛我，等着给你爹娘收尸吧！王爷，草民恳请留在王府，为王爷效命。草民陆夜，愿成为王爷死士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可惜，你既说他是你的邻里，那也由你来决定。王爷，留下他吧。你果然还是舍不得人贱妇。阿和，我只是念起他是我的同乡，摄政王府的差事，也算是偿还了恩情罢了。况且，不如我便将其双亲扣下，岂不比掌控那以下犯上的臣质要容易得多？王爷，陆夜此等贱民，怎能与我相提并论啊！我此事便定了，陆夜任命按察司副司长。爹娘，对不起，今日让朱乐西侥幸逃脱，但孩儿发誓，必会让他血债血偿。阿叶，不行，这摄政王府若龙潭虎穴，谢之河都有疑虑重重，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，不能再牵连阿叶了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是摄政王府的王妃了，过往早就一刀两断，还是说你也想胁迫我，换取利益？副司长不够，你是要司长，还是要入朝为官？你放心，没人看见我来过。还有，我知道你白日里故意挟持我爹娘，是因为想从祝乐西手上救下他们。既然不想，那留下做甚？因为只有帮你爬得更高，江家庄的上百口人才会真正的安全。祝乐西不仅胁迫大家，还杀了不少人，我也想和你一起报仇。祝乐西真是个畜生，对不起，都是我。果然还是这身荣华富贵最适合你啊！今后，臣愿为王妃效犬马之劳，万望不弃。阿叶，你没必要这样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安宁，这叫岁岁平安。你听，多好听啊！贱人，这些都是阿和准备给我的珠宝，你凭什么造的？你放心，你可是你的阿和亲口允诺给我的丫鬟，只要我在王府一天，我就让你亲自看看我享尽你的荣华。你
我让你煎的药呢？王府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身为一丫鬟，就是这么伺候主子喝药的吗？贱人，敢侮辱我！等碗里的毒药发作，看你烂了这张脸，还怎么供养？哑巴了，请王妃喝药。江安宁，你就得意吧，等喝了药，还不是任我摆布？贱人，你竟敢碰我！这就受不住了。你所尝到的，不过是我爹娘当年锥心刺痛的1/1000而已。王妃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出了血，你不该杀了我爹娘，更不该残害那么多无辜的乡亲。我改主意了，直接取你性命，未免太便宜你了。我要你活着。东施效颦，祝乐西，你如此这般急迫低劣的模仿我，就越衬得我在谢之河心中的清纯脱俗。你越是卖力，他看的便越是我。阿和现在心中认定了那个贱人才是祝乐西，害我只能假扮成他的模样。等阿和知道真相，看我不划烂他的脸！滚出去！阿和，我是乐西啊，我来给你送些我做的绿豆酥。谁准你效仿他的装扮？阿和，你不喜欢我穿衣服，我脱便是了。那个贱人懂什么情趣？今夜让我伺候你吧，江安宁。今日过后，阿和心中将再无你半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阿和，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来人！难道不是你故意放进来的吗？阿和，我怎知他会有这心思？我还害怕你真被他勾走了。躲什么？阿和，你喜欢的究竟是那段记忆中的旧日执念，还是现在站在眼前的我？本王喜欢你，但本王不喜欢骗子。若你敢骗我，本王便挖了你的心，让你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。自从爹娘死后，我每日都过着这样的生活。王爷想要我的心，现在拿去便是。你听，跳得快不快？
可是本王现在怎么在你身上查出一点有意思的东西？邢玉思的嫁帖已经送到本王案头，他们倒是会卖人情，给了王府一刻钟的体面，时辰一到，便会亲自提你回去。我爹娘生来忠厚，又怎会做出如此叛逆之事？阿和，你信我吗？乐西，我年少时只知你是高官嫡女，却不知你家境卷入谋逆案中。我身为摄政王，亦不能无视朝纲法纪，祝家之罪，铁证如山。纵使我亦爱莫能助。爹娘既蒙此冤屈，身为儿女，纵苟活于世，又岂能独善其身？王爷，我不奢求你能徇私枉法，更不奢求能活着，我愿以一死换你一个承诺。继续。我与江安宁二人曾义结金来，请你允我携他同去，黄泉路冷，也算聊聊这份姐妹情谊。朱乐西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你垫背。皇上，你方才的问题，本王现在便可回答。过往种种，不过是虚妄的幻想，而眼前最真实的，才最是动人。本王甚至希望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不是朱乐西，本王便能保你安然无恙。王妃，你究竟是不是朱乐西？阿和，你这莫不是什么新的玩笑话？我不是朱乐西，还能是谁？莫不是你早已变了心，不想认我？谢之河方才强调法度难容，此刻却要我承认身份，恐怕我一旦松口，等待我的便是雷霆手段。自然不是。你竟将我爹娘的旧事重提，当做玩笑的筹码。你若觉得为难，那我自行离开，前去邢玉司便是，省得让你为难。等等，我是错了，但你须明白，你爹娘所犯是叛国重罪，铁证如山，邢玉司并非我所能左右，至多保你在狱中少受些折辱。至于死罪，已成定数。话都说到了这份上，谢之河既然当真不愿意出手，承认假冒便是欺瞒王爷，不承认便被谋逆案牵连，横也是死，竖也是死。王爷，邢玉司司长林大人到。王爷，有人密报说你府中藏有祝家余孽，确有此事。罪属逃窜，乃是罪上加罪，当以极刑处置。下官奉圣谕而来，将犯人就地正法。若有打扰之处，还望王爷海涵。带上。只可惜，今日本王府内竟有2位祝家遗孤，连本王也难辨真假。这好办，那便2人都杀了。王爷，祝家遗孤不一直都是王妃吗？他是真的，我是假的，别杀我！王爷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即将嫁入摄政王府的王妃，你我分散5年，
王爷，真的要将我交出去吗？放肆！休得用言语相挟王爷。祝家所犯，乃是叛国滔天大罪，法理难容之罪，岂可私情可避？王妃，本王也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是不是祝若曦？阿和，你就说再问100遍，我也不会骗你。我不会为了苟且偷生，舍弃我们的从前。我就是祝乐熙。江安宁，你就安心上路吧，以后我便能以清白的身份回到属于我的位子。既然你执意要这朱乐熙的身份，那本王便成全你。林大人，按律处置。今日我宁正然便借王爷府邸，承认叛国罪臣遗孤。叛国罪臣遗孤。等等，王爷，属下手中有一证物，可为王妃以证清白。拖了这么久，终于来了。摄政王性情难测，我冒名顶替，半旗左右，恐怕迟早会生出破绽。此事关乎你我生死，必须未雨绸缪。既是你所需，我定当竭力而为，为你分忧。我倒要看看是何证能洗脱他叛国重罪、株连九族的刑罚。江安宁，我可从未听说过有过逃脱刑罚的先例。别挣扎了，你竟敢冒领我的身份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启禀王爷，祝乐熙并未登记在户部侍郎，重加户籍，按律不再超斩一令。望王爷明鉴。怎么会这样？如此，林大人便亲自验一验证了。当年我爹娘为了帮祝乐熙洗脱罪愆，花光在江家为仆半辈子的积蓄，趁祝乐熙年纪尚小，买通了官员，为其篡改户籍，不曾想，却成了我如今逃脱罪责的护身符。谁人不知你是户部侍郎祝正山的亲生女儿？这东西定是被你动了手脚。林大人，空口无凭就造谣，可不是刑狱司司长该有的品行。之所以我不在册，是因为幼时算命先生说我身弱，若提前入册，易被地府勾去魂魄。恰好在我家中要将我入册那年，遭此绝变。哼，当真以为奈何不了你吗？一己者不享其福，亦不受其诛礼，此乃陛下圣谕。如今你妄图千里，莫不是想要抗旨不遵，行造反之事吗？林大人，看来你今日是治不了我王妃的罪了。今日叨扰，多谢王爷海涵。走。爹娘，你们虽已不在，却还在帮我。祝乐熙，刑狱司的威胁已除，如今我已将这身份做得稳如泰山，接下来就是清算你我之间的账。这贱人不仅逃过一劫，阿和还要和他成婚，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阿和要找的人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顶替我，得到我的一切。你现在知道麻烦了，当初是你非要赶尽杀绝，才闹得今天这不死不休的下场。你是在怪我？若不灭口，我清白不保，怎么嫁入王府？别忘了，是你动手杀了江安宁的爹娘，他可不会放过你。你也别忘了，在摄政王府，只有我能帮你。那
那你说怎么办？他再能装，也没办法让血脉变成真的。你是说滴血验亲？可我爹娘已经死了。这是我亲手为伯父伯母刻的牌文，你身在王府，定然难以击败。而我与他们，毕竟有一段未尽的缘分，就当为你聊以慰藉吧。安宁，我帮你不需要这些。好了，这不是单给你的，你拿着这些去安顿好街坊邻里们。若不是我们一家，他们也不会被祝乐西折磨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事要你帮我呢。好，你且说。当初爹娘买通篡改户籍的官员，如今还在任，林正然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案子的。我需要你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本王来看看自己的准王妃有何不可。若不是你不想我了？怎么会？只是知道王爷忙，太过惊喜，反应大了些。王爷寻我，是有什么事吩咐我的？今日王妃在王府过得还算习惯，借已半月，你我大婚之时也该提上日程，总要给你名正言顺才好。倒是本王不解风情，竟逼得王妃主动献吻。王爷，经邢玉思一事，我惊魂实难平复，还望王爷体恤，婚事延后再议。不急，王妃尽可斟酌。多谢王爷体谅，只是我有些不舒服，能否劳烦王爷将我抱去床榻？实在是被王爷亲的腿有些软，安和好不好？本王在榻，王妃还在神游，莫不是心里还想着其他男人？怎么会？王妃，你永远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爹，娘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现在才来看你们。宁儿，爹娘对谢儿和你都是一样的，给她一张地契，便也给你留了一张。我和你爹呀，不奢求你嫁入高门，若希儿有心高嫁，我们就彻底搬离这里，不做她的累赘。安宁，爹娘只希望你此生安宁美满，哪怕我和你娘都不在了，你也不要任性，以身涉险。
安宁，娘真希望能多陪陪你，娘的安宁才这么小，娘真的放心不下呀。娘，可是没有你们在，我要这此生安宁有什么用呢？我恨你们明明为祝乐西百般考虑，却换不来哪怕一丁点的感激。他对你们回报，我必会让他百倍偿还。江安宁，你在干什么？祝小姐，王爷有请。江安宁，你冒充我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姐姐在说什么？莫不是又想到什么法子来污蔑我吗？哼，见到阿和你就得意不了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祝乐西突然将人聚在大厅，定是有了证明身份的倚仗。我难道疏忽了什么？阿和，他偷天换日的伎俩再多，也偷不走我骨子里流的骨血。江安宁，敢不敢在此刻当着我爹娘的面验一验谁真谁假？江安宁，无论你爹娘还是我爹娘，都早已不存于人世。你说这话，怕不是又在耍忽悠人的把戏吧？阿和，我不想再跟这个疯子周旋下去了。乐西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岂不是错过一出好戏？没错，我爹娘是死了，可我没说要让他们活着演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爹的一节遗骨，江安宁，今日我要与你低谷宴亲。今日我要与你低谷宴亲。祝乐西，我还是低估了你的狠毒，连自己亲爹的尸骨都不放过。你为了自己私欲，竟生生挖出我爹的骸骨，你真是个畜生！呸！这明明是我爹的遗骨，若是我爹在天有灵，也会同意我这么做。我不过是在维护祝家的颜面而已。有此条件，不如乐西你滴血检验一番，若能彻底洗清你的嫌疑，不枉伯父伯母经此一遭。王爷说的对，况且你若真为祝家血脉，滴血于至亲遗骨之上，鲜血自会与仙人交融，此为血脉共有，做不得假，是真是伪，瞬息可见。江安宁，你怕了？我早就说过，贱民终究是贱民，
哪怕是用再下作的手段顶替我，也终究会被我拉下来。我是怕你的血脏了我爹的尸骨。王爷，他不肯低谷，正说明他心中有鬼。可惜，莫非你一直在骗我？好，我低。血融了。我看也不必验了，方才江安宁那畏畏缩缩的模样，足以证明他就是个假货。正好让诸位做个证，好让某些觊觎我身份的人彻底断了这些念头。你血脉相连乃是铁证，岂能容你冒充？若想留得全尸，此刻当跪地求饶。江安宁，你冒充我，王爷定不会饶了你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姐姐，何必急于一时？不如先看看这低谷验亲的结果如何。不可能，肯定是弄错了，我肯定是我爹的亲生女儿。我一个亲生女儿都无法相容，你个假货，爹也不能。王妃的如何？王妃的相容了。王妃的相容了。这尸骨是我亲手带人挖掘，陆乐琪怎会无法相容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你动了手脚。姐姐，这是我的亲爹，我和我爹的骨血相融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臣只带人掘了祝乐熙父母的尸骨，要和你低谷认亲。低谷认亲？陆叶，你帮我准备一些柏油。好。尸骨下葬多年，怕是连野狗血也能浸入。祝乐熙的血滴在柏油上，自然不会相融。我不信，我要求重验。江安宁，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？我要在你验过的尸骨之上重新低谷验亲。怎么，你不敢？定是因为你这个杂种。你竟敢打我，定是我说中你计谋，不敢交换。够了！你们私自挖出王妃令尊令堂的骸骨，还敢在她面前叫嚣？王爷，此事肯定另有隐情，不如更换尸骨再验一次。你们辱我爹尸骨一次不够，还要辱我娘一次吗？阿和，你相信我，都是那个贱人算计我。明明是你丧心病狂，掘出我爹娘的坟墓，偷盗他们的尸骨，公然有辱于我，怎么就成我动手脚了？江安宁，我同臣职，将我爹娘曝尸荒野，连死后都不得安宁，还望王爷替我爹娘讨个公道。
你意下如何？我要亲手让他们下地府，给我爹娘赔罪。本王允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等等，我方才撞见他在房中祭拜爹娘，你们一看牌位便知，他才是江安宁。阿和，他祭拜爹娘是我亲眼所见，你若不信，派人去他房中查验，定然能找到他的罪证。不行，江安宁，你心中无鬼，怎不敢让我查验？定然是私藏了贱人爹娘的牌位，不敢示人。王爷，您大张旗鼓张榜削回王妃，是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咱们王府。若是找了一个冒牌货，那岂不是让所有人都笑话咱们王府吗？本王定的王妃，谁敢乱讲，割了他的舌头便是。王爷，圣上早就对您冠冕堂皇，你们搜便是。如若搜不出罪证，你敢担责吗？下官愿担所有责罚。你们对王妃不敬，还威胁本王，臣治你这死者当得太。诸位请便。回禀王爷，未曾发现牌位。滚开！一群废物，我亲自来找。怎会没有？哦，肯定在这儿。不，怎么会没有？我刚才明明看见。这牌位定然还在屋里。你若是想以此做缓兵之计，大可死了这条心。禀王爷，牌位找到了。哼，果然是那群平民的牌位。江安宁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江安宁，胆敢假冒身份欺瞒王爷，恳请王爷发落。我自身不比姐姐冷血，养父母一朝横死，连个连位香火都供不得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假装什么？阿和，还不赶快处死这个贱人！王妃重情重义，乃我朝孝女典范。本王不知，我摄政王府什么时候有你们在这随意放肆？阿和，这个冒牌货怎么配当？姐姐，虽然你狼心狗肺，连父母都残忍杀害，不过牌位在前，不若亲自跪拜。怎么可能？这上面写的怎么会是养父母？我明明刚才……
安宁，你这是？这牌位设在摄政王府，太过危险了，赌不如输，要想个办法把牌位过了明路才行。阿叶，你帮我再刻一份养父母的给我，等祝乐西上钩。江安宁，你敢不敢亲自烧掉这牌位？我便信你所言。你真是目无尊长，连牌位都敢摔！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好啊，我看你就是舍不得烧自己亲生父母的牌位。够了，便是畜生，都有乌鸦反哺、羊羔跪乳之情，王不知竟是这般冷血之人。我从未想过，一个王妃之位会让你狠绝至此，连以世之人的安宁都不肯放过。阿和，他们要搜，我便让他们搜。如今可够了。来人，将这两人拖出去，杖毙！来人，将这两人拖出去，杖毙！王爷恕罪，没错，属下知错了。因不日即将大婚，不宜见血啊，王爷。那就改成每人跪在养父母牌位前，重打8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王爷，祝乐西，属下知错，这只是开始。打得好，下一次王爷就是你的死期。小人参见王妃。这府中人呢？回王妃，前司长陈志已被打残了，赶出王府。王爷正在筛选新的司长。按察司的选拔是生死斗，精彩非常。大家听闻陆副司长已经连胜3场，都赶去观看了。陆爷在和人生死斗？下去吧，我不杀你。还有谁？乐西，本王按察司的遴选可还精彩？手怎么这么凉？快暖暖。当初陆副司长是你举荐，既然来了，便陪本王一起欣赏可好？王爷平日公务繁忙，难得有共处的机会，自然是要好好陪你。陆副司长，承让。嘿，呀，嘿呀，乐西可学过下棋？我教你。嘿，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嘿呀。棋场如战场，乐西可不要分心。
将军。嘿呀！阿和，本王的妃子好像很担心别的男人。本王的妃子好像很担心别的男人。哼哼。你看中的陆叶，好像要输了。陆副司长与我是同乡，他爹娘知晓他入王府做事，心中挂念，便托我看顾一二罢了。既然要输了，那便停手吧。回王妃，生死斗只有一番生死才能结束。陆叶擅自放对手下台，已经坏了规矩。此场他必须死战到底。可若他丢了性命，我怎么向他父母交代？说起来，乐西此次回来，还未求过我什么。你求求我，我便给他一个认输的机会，可好？好。陆副司长，王爷已经同意你认输了，还不快谢恩？多谢王爷、王妃，但恕难从命，在下不愿放弃比试。看，不是本王不愿意放人，是他自己不服输。陆叶，说你执意要比斗，极有可能丧命。多谢王妃提点，但我意已决，还请让我继续比试。你只担心他的性命，却未看到他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。王爷说的是，我们扶贫之命，在泥泞中挣扎求存10年，甚至活着便是恩赐，岂敢妄图其他？王爷的见解，自是另一种天地了。阿和，别看了，太多血，会做噩梦的。乖，他赢了，带他去看太医了。以后别再为别的男人对着我哭。王爷和王妃的大婚之日总算定下来了，真是天作之合，只盼着王爷一高兴，咱们的利益也能多上几个月的。阿宁，你怎么来了？
陆叶，你的伤如何了？也没多严重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，非要继续比斗？你就这么担心我的性命吗？当然了。说你死了，陆伯父和陆伯母怎么办？就因为我的爹娘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些药你都拿着。摄政王，他视人命如草芥，定然不会用心医治你的。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安宁，我非要比斗，是因为我要拿到司长的位置，唯有这样，我才能手握权柄助你。我想复仇，但是我不想你用命去赌。但你可知，自从我和你进入摄政王府，每次见到你涉险，我都锥心难耐。前几日明明是处理掉朱乐熙他们最好的机会，可陈志作为司长提议，还是让他们侥幸免死，我却在旁边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机会还会再有的，而且但是我也想站在你的身边，哪怕只是做一把趁手的刀。陈志，你要干什么？要怪就怪江安宁，是他害你瘸了腿。别杀我！废物！难怪你比不过江安宁，你难道就不想把受过的屈辱都还回去吗？可是我已经被赶出王府了，阿和不会再信我，就连我爹娘的尸骨都不肯帮我。蠢货！你爹娘的尸骨一定是被江安宁动了手脚，如今我已丢了司长之位，还成了残废。你再不振作起来，待那人登上皇妃之位，你和我都将必死无疑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已做过调查，江家庄那帮贱民个个都添了新衣，村里不缺吃食，一定是那江安宁偷偷取得联系，给他们支了银子。你是说？但你可知，自从我和你进入摄政王府，每次见到你涉险，我都锥心难耐。但是我也想站在你的身边，哪怕只是做一把趁手的刀。说是以前，陆叶说出这番话，我自然心绪懵懂。但不知为何，如今只剩下沉重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，你今日怎么不上朝？送完聘礼就去。本王倒是想，春宵苦短，日高起，从此不早朝。只是不知王妃可否配合？王爷，还是早些去忙吧。
我真的要嫁给他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生死斗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？生死斗只是说着玩玩的，并不会危及性命。况且王爷还给我们配了最好的药物和大夫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我误会谢之河了。阿和，既然都已经决定放手，就不要让他烦扰。安宁，我现在已经是暗查司的司长了。太好了！陆伯父和陆伯母要是知道你这么出息的话，肯定会高兴的给整条街发喜糖的。还有，这是我给你的新婚礼物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莫不是忘了，我又不是真心要嫁给谢之河的。安宁，不如你就一直留在摄政王府吧。你是觉得谢之河待我不一样了，还是觉得我已经放下仇恨了？他待我不似外面传言那般残暴，不过是因为我现在是以祝乐西的身份示人，更何况我不信他这样的人会沉堕情爱，那兴许是因为觉得我是个有趣的猎物罢了。若你要离开的话，那我和你……阿义，你许久未曾这般唤我了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按照我原先的计划，本想着复完仇以后带你一起离开，现在你身为司长，我不能回你前程，更何况对于我而言，若是屈居牢笼换来安宁，此等苟活非我所愿。事成之后，离开王府，也果然仅仅只是利用本王。爹娘，王爷今日大婚，侍卫休沐半日，我回来看你们了。爹，娘，爹。分明是逢场作戏，为何我的心竟不受控地乱了起来？这婚不许结，这婚不许结。跪下！
江安宁，今日是我和阿和大婚，你们是想闹事不成？闹事？我只是要当众戳穿你的真面目，避免阿和继续遭受你的蒙骗。阿和，幸好我来得及时，不然你就要和这个贱人成婚了。王爷，求你念在属下的旧情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那你们不妨说说，本王是怎么被蒙蔽的？这些人都是江安宁的街坊邻户，都能证明他才是真的江安宁。我们不知道，还不赶快上前告诉王爷你们所知道的。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阿和，江安宁为了隐藏身份护命，用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威胁。你们当中若有人能说出实话，待我恢复身份，我便向王爷求情，保住他。你们不说，我来说。陆伯父，你们不说，我来说。陆伯父，谁都可以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安宁，没事吧？快起来！臭小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敢欺负安宁，罚你晚上不准吃饭。哎呀，好了，安宁不哭不哭啊，不哭了不哭了。老陆，你怎么能和这个白眼狼妥协呢？我呸！你这个软骨头！强家妹子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么回报她的吗？我早就看不惯他的做派了，他自己想服，连累我们就算了，还连累我儿子一起涉险。我作证，他就是江安宁。我作证，真正的江安宁便是他。你个老东西，竟然骗我！王爷，我一介草民，哪敢欺骗？是他二人胁迫我们的性命，还许诺好处，要逼我们做假证。王爷明鉴啊！这镯子不是陆伯父一家先前花重金为我准备的聘礼吗？你当本王是3岁孩童吗？王爷若是不信，草民愿以此为自证。陆伯父，爹，爹，爹，这是为何？爹，爹，陆夜，你来的正好。如你所见，是江安宁他一己私欲，非要冒充我的身份，才将你爹逼死。没错，你若再继续执迷不悟，不肯说出他的身份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娘。娘！来人，拖下去。爹，陆夜，你想清楚了，是只认江安宁一人，还是害死所有人？陆司长，别耽误时辰了。回王爷，王妃的身份无疑，真正冒充之人就是他。你，手下之父宁死都不愿受江安宁的威胁，手下自然要承负一致，揭穿他的恶行。承负一致？我怎么觉着你是和王妃有私情，才不留余力的护着她？阿和，就是这样，他们二人早有私情，所以才互相隐瞒。
王爷，属下与王妃绝无半分私情，王爷若是不信，恳请王爷留属下一条贱命，继续保护王爷。王妃，住手！谢之河，若非你刚才拦我，陆伯父就不会死。现在你还要逼着陆夜去自宫，难道你要杀光所有人，就为了验证个身份吗？若是如此，我宁愿没有跟你相认。本王暴虐之心，竟已植入人心至此。都起来吧。江宁，这次是我输了，可你又赢了吗？你看看这满地鲜血，若不是你执意冒充我身份，又怎会害死他人？你连弑亲之事都做得，有什么资格在这惺惺作态？若叫你冒名得逞，慧眼出身，定会杀人灭口。我呸！好个忠犬，为了护主，竟连你爹的命都可以置身事外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？经此一事，你们二人之间早有隔阂，此事再无重圆可能。如此算来，我才是真正的赢家，轻而易举便让你们所有人生不如死。本王什么时候说过陆司长生父死了？爹，您没事啊？这定是暗查司的手段。不可能，你怎会还活着？来人，将这两个疯子拖下去，不要脏了王妃的眼。王爷明鉴，这妖妇她骗你！乐西，你我今日大婚，不宜践行，不如等到我们成亲之后，我便让你亲手杀了他们，可好？一拜天地！真是郎才女貌呀！爹娘，等大婚后，我就可以为你们报仇了。可惜你们再也看不到我出家了。二拜高堂！好，太好了，到位！夫妻对拜！哎呀，太好了！阿和，为何桌上摆放的是我养父母的牌位？王妃本家获罪，不宜公开祭拜，我便自作主张安排了。还请王妃不要怪罪本。都看得愣神了，是不是也想娶媳妇了？陆司长今日维护王妃，立下了大功，到时候看上哪家姑娘，王爷肯定给你赐婚。送入洞房。好，早生小王爷，好哎！是啊，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王妃，你我既大婚，以后我们便携手同心，永不欺骗了。什么永不欺骗？我与你之间，从相遇伊始便是算计，
妾身与王爷自是一心的。王妃，该饮合卺酒了。王妃，可还记得这酒的来历？这酒当初还是祝侍郎亲手为你埋下的女儿红。王爷有心了，当年劫难来的突然，许多事我也已忘却。王妃此时感觉如何？这酒果然香醇。父亲虽无法亲临，但可以以此方式来见证我和王爷的感情。可是我方才常出，下人将酒错上成了我经常喝的桃花酿。本王记得王妃似乎对桃花过敏。王妃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过敏太严重？不如叫太医来看看。劳王爷挂心，我无大碍，不用请大夫。从小你便沾不得半点桃花，本王怎会忘记？如今你既已是我的王妃，就更加不用独自强撑了。来人！王爷，今日是大喜之日，若此时叫大夫，恐惹闲话，与王爷声名有损。本王竟不知王妃如此关切我，不叫太医便不叫吧。但你的症状，本王必须亲自看过才放心。竟然这般严重，你为何不与本王说？这桃花酿味道特别，你既知自己过敏，为何要全部饮下？今日是我和王爷新婚之夜，不想扫了王爷雅兴。更何况，这是王爷给我的，幸好我一直记着朱乐西过敏的事，便随时携带假冒过敏症状的药物。若本王给你的是穿肠毒药，你也要一饮而下吗？你不该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取悦我。王爷，你忍心将这千金春宵都辜负在眼前的微末小事上吗？本王竟不知王妃什么时候这么主动，只是不知是出自真心，还是一时兴起，是嫌本王不解风情了？王爷，亲自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昨晚当真惊险，险些让谢之河戳穿身份。看来本王昨夜还不够努力，竟让王妃先于本王醒来。王爷，天都亮了，昨夜王爷给的药当真神效，不仅症候全消，就连身子也无半分松软。王妃以后大可直言，无论本王过往过得如何，你既是王府内的主人，任何东西往后会有更好的。
你只需要知道，天塌下来，有本王替你担着。往后，学着多依仗些本王，许多事便能迎刃而解。那日后，妾身就全靠王爷了。王爷走时，勿用早膳，你将这绿豆酥给王爷送去。一大早不知道生了哪门子气，送上他最爱吃的绿豆酥，估计就能哄好了。王妃，您还是别送绿豆酥了吧？为何？王爷他对绿豆过敏。过敏？您们进府之前，厨房有一日在菜中加了绿豆，王爷看到后发了好大的火，大家这才知道王爷对绿豆过敏，误食便会呼吸急促。那时我性格骄纵，名声不好，被贵女们排挤，只有阿和身为庶子不被待见，愿意陪我玩，甚至和我一起吃下人们吃的绿豆酥。谢之河，你竟然敢骗我！王妃，今日你怎么与我这般生分？你唤我来，可是王爷的事。我怀疑谢之河知道我的身份是假，迟早生变。我要避开他，直接杀了祝乐熙。无论真相如何，祝乐熙都得死。贱人，怎么是你？阿和呢？让他放我出去！不，王妃，这一切都是祝乐熙逼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住嘴！你个贱人，连累的我！王妃，王妃，求你饶过我，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。当牛做马，好啊！谢我！到你了！你不能杀我！当初爹娘还在时，交代过你要照顾好我的。你还有脸叫爹娘？祝乐熙，爹娘视你如珍宝，你却弑父弑母。人往高处走，我不过是想当王妃罢了。牺牲几条贱命有什么错？谁让你们阻拦我的路呢？别忘了，是你冒充我才当上的王妃，是我给你的荣华富贵，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才是。真是无药可救。篡改户籍的官员在我追查时消失了。王妃，刑狱司司长凌大人求见。凌某在此祝贺王爷与王妃新婚。林大人，不如有话直说。在下此次前来是为了捉拿您的王妃祝乐熙归案。我知晓林大人不甘先前无功而返，但我与您对过得清清楚楚，除非林大人想法子污蔑于我，否则我想不出什么还能治我的罪。王妃还是一如既往的能说会道。来人，此乃漳州知府受贿的账目，
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祝乐西养父母买通知，篡改祝乐西户籍一事。不知这可否作为王妃被缉拿的证据？这户籍，林大人从何而来？王妃，你不会觉得我是在诓骗你？看清楚了，这上面盖着的可是漳州知府的章印，官印乃朝堂钦刻，任何人都不得造假。还请王爷准许刑狱司拿人。来人，去将狱中的江安宁提来。王爷提来一个无关人等，是何故？自然是和案件有关联，本王才会出言帮助林大人破案，还请林大人回避片刻。阿和，你果然会来救我。江安宁，我早就说过，任凭你如何冒充我，阿和都会认出我。我自然知道你是祝乐西，只是其余的人还不信，不如你再证明一二。阿和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就是祝乐西。当初是江安宁在我爹的尸骨上涂油，我的血才无法融进其中，这是我娘的尸骨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江安宁，你费尽心思冒充我，没想到还是我赢了。阿和，你还不快将他押入大牢，我要亲自杀了他。来人，江安宁，你不如现在就跪下来求我。祝乐西，恭喜你恢复身份，也恭喜你恢复罪级。拿下！不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江安宁，你竟敢算计我！阿和，我不是你最爱的人吗？不，我最恨的就是你。什么？当年贵妃在我胸口留下了鞭痕，你确实给我上药了，是用生烫的盐水直接泼的。你给我带我最喜欢的绿豆酥，却只喜欢看过敏的我瘫在地上挣扎，发现你被贵女排挤的怨气。我只是在与你玩呢。当年你掉进蛇窟，也是被我推的，而我当上摄政王的第1年，就是查抄祝家，可惜祸害1000年，发榜寻你，是为了骗你回来报仇罢了。你那么恨我，为什么对江安宁这个假货这么好？自我见他的第1眼，我便知道他是假的。王妃似乎一点都不吃惊。王爷这般明显，若是我再猜不出来，让王爷无趣，怕是早死了。至于害怕，王爷真要杀我的话，就怎会娶我为妃？带走。等等，林大人，你我都要祝乐西一死，他的死可否任我处置？你放开，放开！祝乐西，这曾护我10年安宁的屋檐，如今抬眼望去，皆是因你而死的冤魂。那又如何？不过是几个贱民而已。别伤我！说你肯跪遍这满堂牌位，每个名字磕头认罪，我便饶你一死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害死你们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害死你们。江宁，我都道歉了，我可以给你为奴为婢，你放过我。江宁，你别得
这今生我不过棋差半步，若有来世，我定将做姑娘。我为何会中毒？自是我在你茶饭中进了毒。不可能！我每日与你同吃同住，你如何给我单独下毒？2份饭我都下了，自你杀了爹娘那一刻起，我与你之间不死不休，哪怕你认回了谢之河。好狠，江安宁，你好狠！我死了，你们也活不了。后来才知，那酒中竟有解毒之药，若非谢之河，我怕早已死在钻心之痛中。谁和你说我没有解药的？爹，娘，大家，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！就让这畜生的尸首永远跪在你们牌位前，生生世世的赎罪！阿宁，如今你仇怨已了，可愿抛下前怨，重新做我的摄政王妃？安宁，此绝风月正好，你可愿与我执剑同游，共醉烟霞，尽忘前尘？我